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张先生，依据公司最新组织架构调整方案，很遗憾通知您，您已被纳入本次人员优化名单，烦请您提供个人工号，以便我们完成离职手续的系统录入与后续流程办理。张明缓缓抬起头，目光与李慧短暂交汇，嘴角勾起一抹机不可察的弧度，轻声说道：“工号啊。”他停顿了数秒，眼神微微放空，随后用平稳的语调吐出3个字：001。在场的3名人力资源工作人员同时停下手中动作，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逐渐变得煞白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3个月前，东方科技有限公司迎来了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人事变动。新任首席执行官 CEO 陈志远为跨国企业空降的职业经理人，时年38岁，持有工商管理硕士 MBA 学位，以雷厉风行的管理风格闻名行业，且携带着一套完整的企业战略重组与成本优化方案。他入职首日便在全员大会上明确表态，当前公司内部存在人员冗余问题，低效岗位占比过高，我将推动全面整顿工作，剔除无价值产出的闲置人员，提升组织运营效率。在陈志远的初步判断中，张明正是闲置人员的典型代表。每日上午9点半，当公司多数员工已进入工作状态，投入业务处理时，张明才慢悠悠地走进公司大楼。他从未执行过员工打卡制度，门口保安亦未对其进行阻拦。核心原因在于，他持有一张标注特别顾问字样的特殊通行证，凭此可自由出入公司各楼层与功能区域，不受常规门禁限制。张明在公司内部无固定工位，亦无明确的部门归属，其日常行为模式以跨部门穿梭为主。今日前往财务部，与会计人员探讨账目核算的细节优化方向，明日转至技术部，观察程序员的代码编写逻辑与系统开发进度，后天则进入仓储区域，检查货品存储规范与出入库流程的合理性。这位张明先生具体负责什么工作？新入职的实习生小王首次见到张明的行为模式时，忍不住向身旁的资深员工低声询问，具体职责范围不太明确，只知道他在公司任职多年。市场部的刘姐压低声音回应，眼神中带着复杂的情绪，既有对新人的提醒，也有几分难以言说的顾虑，推测可能是某位高层管理人员的亲属。你无需过多追问，专注完成自身工作即可。事实上，张明的存在在公司内部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。他从不参与任何部门例会，不提交月度、季度工作汇报，不承担具体项目的执行任务，却能每月按时收到数额不菲的薪资，且薪酬等级处于公司中高层水平。更令人费解的是，公司任职5年以上的资深员工对张明普遍持恭敬态度，而入职不满2年的新员工则大多不以为然，甚至私下议论其不履职却想高薪，认为不符合公平性原则。这种基于入职时长形成的态度分化，在公司内部形成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微妙氛围，既无人公开质疑，也无人主动解释。陈志远入职首周，便敏锐察觉到张明这一异常存在。在一次管理层会议上，
他直接向人力资源总监王芳提出疑问：张明先生的背景情况如何？为何其在公司内部享有特殊待遇？王芳翻阅着手中厚厚的员工档案，结合系统记录信息，缓缓回应。档案显示，张明先生于2003年入职，截至目前工龄近20年，职务标注为特别顾问，但具体工作内容与职责范围，档案记录较为模糊，未形成明确的文字界定。模糊，陈志远眉头紧锁，语气中带着明显的质疑。作为一家规范化运营的企业，一名正式员工的工作职责怎会存在模糊界定？其直属上级为哪位管理人员？根据档案记载，他的汇报对象为公司董事长。王芳的声音带着不确定，语速明显放缓。但董事长常年驻外办公，专注于海外业务拓展，极少参与公司国内总部的日常管理工作。我们日常也难以直接与其取得联系。陈志远当场拍案而起，语气中满是不满。这完全是管理体系的漏洞。一名无明确职责、无实际价值产出的员工，凭什么占据公司高薪岗位资源？此后2个月，陈志远开始有意识地观察张明的日常行为轨迹。他发现，这位看似游手好闲的中年男士，确实每日在各部门间穿梭停留，但具体工作内容始终缺乏明确指向，无人能清晰说明其行为背后的业务逻辑。更让陈志远不解的是，张明既不向任何管理人员汇报工作进展，也不接受其他部门的工作安排，仿佛是游离在公司组织架构与权力体系之外的独立个体。此类人员属于典型的职场混子。陈志远在私下与助理沟通时明确表示，依靠人情关系入职，凭借特殊背景保住岗位，对公司战略发展与业务推进无任何实际贡献。9月中旬，公司第3季度财务报表正式出炉，核心业务业绩同比下滑18%，未达到董事会预设目标。董事会对此高度关注，向陈志远施加了严格的成本控制压力，要求其立即采取措施削减非必要开支，优化人员结构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，必须对公司所有岗位、全体员工进行重新评估，剔除低效人员与冗余岗位，确保每一份人力成本都能产生对应价值。陈志远在高管会议上严肃宣布，语气不容置疑，彰显其推进改革的决心。张明的名字毫无悬念地出现在重点评估名单的首位。此类无明确产出的员工将成为我们首批优化的对象，以起到示范作用。陈志远在内部管理层会议上明确表态，进一步坚定了裁员决策。然而，当张明将被纳入裁员名单的消息在公司内部初步流传时，员工群体的反应却出人意料地呈现分化态势。财务部任职超10年的老会计李阿姨得知风声后，瞬间面露慌乱，下意识说道：“他们要对张先生采取优化措施，这怎么能可行？有什么不可行的？他日常不承担具体工作，留着不过是浪费公司资源。”新来的财务助理小陈不以为然地反驳，语气中带着对低效人员的排斥。李阿姨瞪了小陈一眼，到了嘴边的话又强行咽了回去，最终只是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轻声感叹：“你们这些新入职的年轻人啊，对公司的历史与核心情况
根本不了解。类似的对话在公司各部门频繁上演，任职5年以上的老员工普遍表现出不安，部分人甚至主动前往人力资源部询问张明的去留问题。新员工则大多认为裁员决策符合管理逻辑，认同张明确实不符合高效组织的人员要求。技术部资深工程师老赵更是专门预约了与人力资源总监王芳的面谈，明确表达担忧。王总，听说公司计划将张先生纳入裁员范围，我认为这个决定需要进一步慎重考虑，不能过于草率。老赵，我理解你的顾虑，但公司当前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，必须做出一些艰难的调整。王芳耐心解释，同时传递决策的不可逆转性，而且这是 CEO 亲自制定的优化方案，我们作为执行部门只能按照要求推进。可是张先生他……老赵欲言又止，似乎有难言之隐，最终只是重重叹了口气，说道：算了，希望你们真的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不要因此引发更大问题。这些异常反应虽引起了陈志远的注意，但并未改变其决策方向。在他看来，张明确实凭借特殊人脉关系获得了超出常规的待遇，老员工的维护不过是人情因素作祟。而在现代企业管理体系中，人情因素必须让位于效率优先与业绩导向的核心原则，感情用事是管理工作的大忌。陈志远对自己的决策充满自信，在与核心团队沟通时强调，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应当具备敢于做出艰难但正确决策的魄力，不受传统人情关系束缚。10月初，公司正式启动大规模人员优化计划，陈志远亲自主持裁员名单的制定工作，结合各部门评估结果，最终确定涉及42个岗位，预计可降低 30% 的人力成本支出，缓解公司财务压力。而张明的名字不仅出现在裁员名单之上，还被排在了前3位，成为首批优化的核心对象。裁员名单确定后，人力资源部门立即启动了紧张的前期准备工作。作为人力资源部经理，李慧全面负责本次裁员流程的统筹与执行，从人员约谈顺序规划到离职手续材料准备，均需严格按照公司制度推进。李慧对张明的具体背景情况并不完全了解，仅从日常信息碎片中得知，这是一位在公司任职多年的特殊员工，外界多猜测其具备一定人脉关系，且据同事反馈，其性格温和，极少与人发生冲突。对于张明这类资深员工，约谈时需格外谨慎。李慧对助手小张叮嘱道，此类员工往往对公司存在较深情感连结，面对裁员决定时，更容易出现情绪波动。你需提前整理好劳动合同法及公司裁员补偿相关条款，若其对决策提出异议，需依据法规及制度进行专业解释，确保流程合规。按照公司既定流程，被纳入裁员名单的员工需逐一进行1对1约谈，告知裁员决定，并同步办理离职手续。为避免消息提前泄露，引发员工恐慌，影响正常办公秩序，整个约谈过程需严格保密，仅核心执行人员知晓具体安排。李慧最初预判，张明将是本次裁员约谈中最难处理的对象。其一，其工龄最长，按规定需协商的补偿方案更为复杂；其二，
其在公司内部人际关系网络较广，若处理不当，可能引发其他老员工的连锁反应。然而，当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前往通知张明前往会议室约谈时，他的反应却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。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张明接到通知后，面部表情未出现任何波动，甚至主动询问：请问需要携带哪些个人材料，以便高效办理手续？这种超乎寻常的配合度，让负责通知的小张感到困惑。根据过往经验，被约谈的员工在得知约谈需求后，通常会表现出紧张、担忧，甚至抗拒情绪。极少有人能保持如此平静的心态。张先生，您是否明确知晓本次约谈的主要目的？小张忍不住再次确认，生怕对方误解约谈性质。当然清楚。张明一边整理桌上的几份文件，一边轻松回应，语气如同受邀参加常规会议，是关于工作调整的相关事宜，对吗？这份从容淡定让小张愈发疑惑。返回人力资源部后，他立即向李慧详细汇报了这一异常情况。他真的完全没有表现出紧张或不满。李慧对此表示难以置信，全程没有任何异常情绪，甚至主动询问需要准备的材料。小张摇了摇头，语气中带着困惑，感觉他似乎早已预判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李慧陷入沉思，在其多年的人力资源管理职业生涯中，他见过各类面对裁员的员工反应，如张明这般平静接受的情况实属罕见。他推测，要么是其心理素质极强，要么是对裁员结果早有预期。下午3点整，张明准时出现在会议室门口。此时会议室除李慧外，还安排了人力资源总监王芳及法务部代表刘律师在场。这一配置对于常规裁员约谈而言，规格明显过高，足见公司对张明这一特殊员工的重视。张先生，请坐。李慧示意张明坐在对面的座椅上，按照预设话术开场。首先，非常感谢您多年来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。张明微微点头，在座椅上从容落座，神态依旧轻松自然，未流露出任何局促感。受公司战略调整影响，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艰难的人事优化决策。李慧继续按照既定流程推进，希望您能够理解公司当前面临的经营压力。我理解。张明的回应简洁而礼貌，语气平静。商业决策需以公司整体利益为导向，此类调整实属正常。这种高度配合的态度，让在场3位工作人员均感到意外。通常情况下，被通知裁员的员工会针对裁员原因、补偿方案等提出一系列疑问，甚至会尝试争取留任机会。而张明的表现仿佛早已完全接受这一结果。根据您的工龄、职级及公司相关制度，我们将为您提供相应的经济补偿。具体的补偿计算方式与金额，我们可以进一步沟通确认。李慧按照流程继续介绍后续事宜。感谢公司的安排，我相信公司会依据法律法规及制度规定，妥善处理相关事宜。张明依旧保持着超乎寻常的平静。王芳在一旁始终密切观察张明的表情，试图从中捕捉到一丝情绪波动或隐藏信息，但张明的脸上始终没有出现不满、愤怒或委屈，全程如同参与常规工作会议般从容。既然您对整体安排无异议，我们现在可启动相关手续办理流程。
李慧暗自松了口气，认为本次约谈比预期顺利得多。首先需要核实您的个人基础信息，以便确认补偿标准及办理后续手续。他打开电脑，调出员工信息管理系统，准备录入相关数据。烦请提供您的个人工号，我需查询您的详细档案信息，包括入职时间、薪资标准及社保缴费记录等。李慧一边说着，一边将光标定位在工号输入栏，准备录入。这一环节本是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常规程序性步骤，每位员工均有唯一对应的工号，是查询个人档案信息的核心标识。然而，听到这一问题后，张明首次出现了短暂停顿。数秒沉默后，张明缓缓开口，清晰吐出3个字：001。这3个数字落地的瞬间，会议室的氛围骤然发生微妙变化。李慧悬在键盘上方的手指瞬间停滞，王芳翻阅文件的动作也戛然而止。刘律师则抬起头，用疑惑的目光看向张明：“您确定您的工号是001吗？”李慧的声音带着一丝不确定。在他的认知中，公司早期员工工号虽以0开头，但001这一编号极少被提及，且未出现在常规员工信息查询列表中。确定？张明点头确认，语气坚定，不容置疑。李慧深吸一口气，在键盘上缓缓输入001个数字，系统需要数秒时间加载查询结果。这短暂的等待过程，对在场每个人而言都显得格外漫长。当查询结果呈现在屏幕上时，李慧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眼神中充满了震惊与难以置信。屏幕显示的信息如下：工号001，姓名张明，职务数据加密，权限级别最高级，入职日期2003年3月15日，直属上级无。最令人震惊的是，职务栏显示的并非此前档案中记录的特别顾问，而是被系统加密保护的神秘标识。权限级别标注为最高级，且直属上级一栏显示为无。这一信息完全超出了常规员工的权限配置范围。李慧用颤抖的手指点击权限详情选项，系统立即弹出红色警告框，提示内容为：该员工信息涉及公司核心机密，需董事长级别授权方可查看详细内容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李慧下意识地小声嘀咕，在此前的工作经历中，他从未遇到过此类情况。王芳注意到李慧的异常反应，悄悄起身凑到电脑屏幕前查看。当他看到最高级权限及数据加密等关键信息时，整个人瞬间愣住，眼神中充满了震惊与困惑。张先生，能否请您解释一下系统显示的信息含义？王芳试图维持镇定，但声音中已明显带上紧张感。张明看着3人困惑的表情，嘴角勾起一抹机不可察的微笑，平静回应：看来系统记录的信息依然准确。这句话不仅未解答任何疑问，反而让会议室的气氛愈发凝重。3人瞬间意识到，眼前这位看似普通的中年男士，其身份可能远比他们此前的认知复杂得多。我需要立即联系陈总陈志远。王芳迅速掏出手机，但手指悬在屏幕上方，迟迟未按下拨号键。他完全不知该如何向 CEO 解释这一诡异情况，生怕因信息误判引发更大问题。
就在此时，张明平静开口：“若你们认为有必要，自然可以联系他。不过我建议，在联系之前，最好先明确你们希望了解的核心问题，避免沟通偏差。”他的语气依旧温和，却隐含着某种不容置疑的暗示，让在场三人都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。经过短暂犹豫，王芳最终还是拨通了陈志远的电话。陈总，关于张明的裁员约谈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，需要您立即过来一趟，事情非常紧急。王芳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，语气中充满了紧迫感。电话那头的陈志远正主持管理层会议，讨论下季度业务规划。听到这一消息后，眉头瞬间紧锁。什么特殊情况？是他对裁员决定不配合，提出异议了吗？并非不配合，他对裁员安排表现得非常配合，只是系统显示他的权限级别极为特殊，我们无法判断具体情况，需要您到场评估决策。王芳尽量用委婉的措辞描述这一复杂状况，避免引发不必要的误解。权限级别，陈志远的语气中充满了困惑。等我10分钟，会议暂停，我马上过去。挂断电话后，会议室陷入尴尬的沉默。3名人力资源及法务部门的工作人员面面相觑，均不知该如何应对眼前的局面。张明则显得格外从容，甚至主动开口缓解气氛。大家不必过于紧张，或许只是系统数据出现了小偏差。然而，这句话并未起到安抚作用。若仅是系统偏差，张明为何能如此平静？这反而让在场3人的疑惑更深。10分钟后，陈志远匆匆赶到会议室，脸上带着明显的不耐烦。显然，他对这场打断重要会议的意外状况感到不满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陈志远一进门便直奔主题，语气中带着压抑的怒气。王芳立即指向电脑屏幕：“陈总，您看系统显示的张明先生的信息。”陈志远快步走到电脑前，当目光落在权限级别、最高级及职务、数据加密等关键信息上时，脸上的不耐烦瞬间被严肃取代，眼神中充满了震惊与困惑。作为公司 CEO，他清楚了解公司内部的权限分级体系，但最高级这一标识，他此前从未在任何员工信息中见过。这个最高级权限具体是什么含义？为何职务信息会被加密？陈志远转头向王芳询问，语气中带着急切：“我也无法确定。系统提示该信息涉及核心机密，需董事长级别授权才能查看详情。”王芳的回答让陈志远的困惑更深。他作为 CEO， 竟也无权查看这一信息。陈志远重新审视坐在对面的张明，试图从其平静的表情中找到一丝线索。这个穿着普通 polo 衫、日常看似游手好闲的中年男人，为何会拥有如此特殊的系统权限？张先生，能否请您解释一下系统显示的信息？陈志远努力维持专业态度，语气中带着一丝试探。当然可以。张明微微点头，随后话锋一转。不过在解释之前，我想先向您确认一个问题：您对东方科技有限公司的历史背景了解多少？这个反问让陈志远感到意外。原本应是他向张明提问，如今却反过来被追问，局面完全超出了他的掌控。我了解公司的基本发展历程、核心业务模式及当前市场布局，
陈志远如实回答，试图展现对公司的了解。那您是否知道这家公司的成立时间及创始人身份？张明继续追问，语气平静，却带着不容回避的压迫感。陈志远稍加思索后回应，公司成立于2003年，至于创始人，相关信息较为模糊。我仅知晓创始人多年来极为低调，很少参与公司日常管理。这一回答让在场几人都感到些许尴尬。作为公司 CEO， 却对创始人信息了解甚少，显然不符合常规职业素养。事实上，陈志远入职后确实未深入研究公司历史，对创始人的认知仅停留在神秘低调的模糊印象中。看来有必要为您补充一些基本信息。张明的语气依旧平和，未流露出任何责怪之意。就在此时，会议室门突然被推开，一位身着高级定制西装的中年女性快步走入，语气干练地说道：“抱歉打扰会议进程，我是张明先生的私人律师。关于本次约谈涉及的法律程序及身份确认事宜，需向各位出示相关证明文件。”他径直走到会议桌前，从随身公文包中取出一份厚度近5厘米的文件袋，将其递交给陈志远。陈志远接过文件袋，打开后取出首份文件。当他看清文件标题及内容时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手指不受控制的颤抖，手中的文件袋突然滑落，数十页纸质文件散落在地，发出清脆而刺耳的声响。整个会议室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，唯有中央空调的运转声在空间中回荡，愈发凸显出气氛的凝重。看来现在可以正式向各位介绍我的身份了。张明的声音在寂静的会议室中响起，每个字都清晰有力。各位或许对001这个工号的含义感到困惑。他停顿片刻，目光扫过在场每个人紧张而期待的表情，随后缓缓说道：“这个工号之所以特殊，是因为它代表着东方科技有限公司的第一个员工工号，也就是创始人的专属工号。”这句话如同重磅炸弹，在会议室中引发剧烈震动。陈志远手中尚未滑落的文件险些掉落在地。王芳瞪大双眼，李慧则直接愣在座椅上，完全无法相信这一事实。“您说什么？”陈志远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“我是东方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，同时也是各位此前一直无法联系到的董事长。”张明平静地重复道，语气中没有丝毫炫耀，只有一种历经岁月沉淀的从容。此时，张明的私人律师上前一步，将文件袋中最核心的一份文件——公司注册登记证复印件，翻至创始人信息页，递到陈志远面前。“这是公司注册时的法定文件复印件，您可核对创始人签名与张明先生的身份证信息是否一致？”陈志远颤抖着接过文件，当看到注册信息页上清晰的张明签名，且与张明身份证姓名完全一致时，他整个人如遭雷击，大脑一片空白。他从未想过，自己全力推进的裁员计划竟裁到了公司真正的创始人头上。这怎么可能？陈志远的声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震惊。“若您是董事长，为何要以特别顾问的身份隐藏身份，留在公司？为何隐藏身份？”张明主动接过话茬，语气平和地解释：“因为我希望以普通员工的视角
观察公司的真实运营状况，包括业务推进效率、员工工作状态，以及新管理团队的决策能力与管理风格。律师随后补充道，根据股权持有证明，张明先生持有东方科技有限公司 78% 的股份，具备绝对控股权，相关文件均已在工商部门登记备案，具备完全法律效力。陈志远的脸色变得愈发难看，他突然意识到，过去3个月里，自己在管理层会议上对闲置人员的批评，对张明的负面评价，以及推进裁员计划的种种决策，可能都被真正的老板看在眼里。那您这3个月来一直在……陈志远的话说到一半便无法继续，他已不敢想象后续的后果，一直在观察。张明点点头，语气依旧平静。观察公司的日常运营效率、员工的工作状态与团队协作能力，同时也在评估新管理团队的战略眼光与执行能力。这一解释让陈志远冷汗直流，后背瞬间被汗水浸湿。他回想起自己此前对张明的种种误解与负面判断，以及在裁员计划中将其列为首批优化对象的决策，心中充满了懊悔与恐慌。张董，陈志远试图道歉，却不知该从何说起，千言万语堵在喉咙里，只剩下无措与羞愧。您无需道歉，作为 CEO， 您基于公司经营数据做出人事优化决策，本质上是在履行工作职责，并无不妥。张明的语气依旧温和，未流露出任何不满。但管理决策不仅需要依赖数据，还需深入了解员工的真实价值与公司的历史背景，避免因信息偏差导致误判。这种宽容的态度让陈志远更加羞愧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那您对我们过去3个月的工作表现有何具体评价？陈志远小心翼翼地询问，生怕听到负面反馈。张明沉思片刻，客观评价道：工作中既有优点，也存在不足。优点在于团队执行力较强，战略决策推进速度快，能够快速响应市场变化。不足则在于对员工价值的评估不够深入，过度依赖表面数据与短期业绩，忽视了部分员工对公司长期发展的隐性贡献，且对公司历史背景与核心资源的了解存在明显欠缺。那本次启动的裁员计划，后续该如何推进？陈志远最关心的还是这一核心问题，生怕自己的决策给公司带来更大损失。暂停。张明简洁地吐出2个字，语气坚定。在对员工价值、岗位必要性及公司战略方向进行重新评估前，所有裁员行动必须暂停，避免因误判造成核心资源流失。次日下午2点，东方科技有限公司召开了成立以来最具特殊性的一次全员大会。会议大厅内座无虚席，空气中弥漫着微妙而紧张的氛围。前1日，关于特殊员工被裁引发身份争议的消息已在公司内部传开，员工们均带着好奇与疑惑，期待大会能揭开谜团。陈志远站在主席台中央，目光扫过台下数百双充满探寻的眼睛，缓缓开口：各位同事，今日召开全员大会，核心目的是澄清昨日公司内部出现的特殊情况，同时向大家通报一项重要信息。他稍作停顿，继续说道：在说明具体情况前，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位同事，
相信不少老员工对他并不陌生。陈志远的目光转向主席台第一排的张明，做出邀请手势。这位是张明先生。张明缓缓站起身，面向台下员工微微点头致意，神态从容，与往日特别顾问的低调形象别无二致。而张明先生的真实身份，陈志远深吸一口气，用清晰而郑重的语气宣布，是东方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、董事长，同时也是公司最大的股东。这句话如同惊雷，瞬间在会议大厅内引发剧烈骚动，员工们纷纷交头接耳，有人惊讶地惊呼出声，有人难以置信地摇头。现场秩序一度出现短暂混乱。技术部的资深工程师老赵猛地站起身，脸上露出果然如此的神情。财务部的李阿姨更是激动得眼含热泪。她终于明白，自己对张明多年来的莫名敬重，源于对方身上隐藏的创始人气质。这不可能！人群中突然传来质疑声：若他真是董事长，为何要以普通员工的身份隐藏在公司内部？这不符合常理。听到质疑，张明走上主席台，从陈志远手中接过话筒，语气平和地说道：我理解大家心中存在诸多疑问，接下来我将逐一解答，并向大家说明我过去3个月的经历与观察。他随即详细阐述了自己隐藏身份的初衷。作为公司最高管理者，他发现传统管理模式存在严重的信息隔阂问题。坐在董事长办公室中，所接收的汇报均经过层层筛选与美化，数据看似优异，问题被刻意淡化，与公司实际运营状况存在显著偏差。例如，某部门汇报称团队协作效率极高，但我深入一线后发现，新老员工之间存在明显的沟通壁垒，核心技术经验未能有效传承。又如，财务报表显示成本控制成效显著，但实际是通过削减员工培训预算、降低福利标准实现的。这种短期效益是以损害员工积极性为代价的。张明列举了多个具体案例，让员工们直观感受到信息偏差的严重性。因此，我决定以特别顾问的身份深入一线，亲身体验真实的工作环境，了解员工的实际需求与工作困境。张明继续说道，过去3个月，他走遍公司所有部门，与不同岗位的员工深入交流，不仅发现了诸多被管理层忽视的问题，也发掘出了一批低调务实、能力突出却未被重视的人才。随后，张明当场点名表扬了在此次一线观察中表现优异的员工。财务部的李阿姨30年如一日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，多次发现财务流程中的潜在风险，避免公司损失。技术部的老赵主动承担核心系统的优化工作，解决了多个长期困扰业务的技术难题。这类员工的隐性贡献不应被量化指标所掩盖。表扬结束后，张明的目光转向陈志远，客观评价道：陈总作为职业经理人，其战略规划能力与执行力值得肯定，但在人员管理方面确实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，过度依赖数据评估员工价值，忽视了岗位的隐性贡献与员工的长期潜力。昨日的裁员事件正是这些问题的集中体现。张明进一步解释，若管理者能深入了解每位员工的工作内容与价值贡献，
便不会出现将公司创始人纳入裁员名单的荒诞情况。这句话引发会场一阵轻笑，但笑声中带着对管理漏洞的反思与苦涩。基于过去3个月的观察与反思，我决定对公司管理模式进行调整与改革。张明随后宣布了4项具体措施：立即取消所有裁员计划，转而通过优化业务流程，提升运营效率，实现成本控制目标；建立全新的员工评估体系，在量化指标基础上，增加隐性贡献、团队协作、创新能力等非量化维度，全面评估员工价值，实施管理层轮岗制度，要求所有管理人员每季度需在基层岗位工作不少于1周，深入了解一线业务，搭建开放的沟通渠道，设立董事长直达邮箱与每周开放日。任何员工均可直接向最高管理层反映问题，提出建议。这些改革措施精准切中了员工们的痛点，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。会议氛围从最初的紧张转为积极与期待。从今日起，我将正式恢复董事长身份，但不会脱离一线。我会继续定期深入各部门，与大家保持密切沟通，确保管理决策贴合实际需求。张明最后说道，再次赢得员工们的掌声。在随后的几个月里，东方科技有限公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张明的管理理念迅速在公司内部落地生根，形成了重视人、尊重人、发展人的独特企业文化。员工们逐渐发现，公司的最高管理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符号，而是能倾听需求、解决问题的伙伴。这种转变极大地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归属感。在人才任用方面，公司打破了传统的论资排辈与数据至上原则。财务部的李阿姨被正式任命为财务流程指导师，负责优化部门工作流程，传承专业经验。技术部的老赵凭借扎实的技术能力与创新思维，被提拔为首席系统架构顾问，主导核心技术研发。更多此前因量化指标不突出而被忽视的优秀员工，也纷纷获得了与其能力匹配的岗位与认可。陈志远在这一过程中也实现了深刻的认知转变，他逐渐摒弃了传统职业经理人的效率优先思维，理解并认同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，学会从价值贡献而非表面数据的角度评估员工。管理方式变得更加灵活与人性化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公司建立的全新沟通机制发挥了显著作用。每周5下午，张明都会在公司大厅举办开放时间活动，无需预约，任何员工均可当面反映问题，提出建议，从办公环境优化到业务流程改进，从个人职业发展到公司战略规划，所有合理诉求均能得到及时回应与跟进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公司业绩并未因取消裁员计划而下滑，反而实现了显著增长。第4季度财务报表显示，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25%， 利润同比增长 40%， 创下近3年来的最佳业绩。这种成功并非偶然，而是源于张明对管理本质的深刻理解。在一次内部管理分享会上，他阐述了自己的核心管理思想：传统管理模式将员工视为被动的执行者，依赖外部激励与制度约束保障效率。但我始终认为，
每个员工都具备内在的工作动机与创造潜能。管理者的核心职责不是控制，而是激发与引导，为员工创造发挥价值的环境。半年后，董事长隐藏身份被裁员的故事逐渐在行业内传播开来，引发广泛关注。多家商学院将其列为创新管理案例，纳入 MBA 课程教学内容，用于探讨现代企业管理中信息透明与人才价值的重要性。面对外界的高度关注，张明始终保持冷静。管理并非高深莫测的学问，其核心是尊重常识，关注员工的真实需求，认可员工的多元价值。这些本是管理的基础，却被许多管理者遗忘在复杂的制度与流程中。1年后，东方科技有限公司不仅成为行业内的管理标杆，更凭借独特的企业文化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加入。许多求职者表示，选择东方科技不仅是因为具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，更因为认同公司以人为本的理念，渴望在尊重与信任的环境中实现个人价值。张明用实践证明，真正有效的管理不在于复杂的制度设计或严苛的流程管控，而在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与对员工的真诚关怀。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、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，这种管理理念具有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。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时代需求，企业唯有建立尊重人、发展人的新型管理体系，才能激发员工的创造力与主动性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持续的活力与竞争力。这个看似荒诞的裁员董事长故事，最终为我们揭示了现代企业管理的本质。在追求效率与利润的同时，绝不能忽视企业最宝贵的资源——人。只有真正重视人的价值，激发人的潜能，才能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共同成长，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。这正是东方科技的变革带给所有企业的重要启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